丈夫心丧，萨拉·罗萨斯·加西亚抚养9个孩子已是十分不易，而她的长女又被地方政府盯上了。安德利亚·加西亚被指控逃学和淫乱，负责管理少年犯的政府部门因此将她送往州立医院。在她按要求完成智力测验并被判低分后，医生们宣布了裁决。他们告诉萨拉，她19岁的女儿会被实施绝育手术，以免将在该州被视为存在心理缺陷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这个故事听起来耸人听闻，就像是在专制政权下才会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在1938年的南加州真实上演过。数千名有色人种贫困女性都是该州残酷优生运动的受害者，安德利亚·加西亚只是其中一员。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通过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延续或截断某些基因的遗传。19世纪，进化论的提出和遗传学的发展诱发了一场致力于将之付诸实践的科学运动。1883年，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将这一想法命名为优生学，取自希腊语优生。这波现代优生学家包括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改革派人士，他们坚信只要确保好的基因得到遗传，就能借此改造社会。然而他们对好基因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受时代偏见的局限，被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生育的人，包括移民、有色人种和残障人士。而他们心中理想的基因标准，则反映了这场运动参与者的身份。有北欧或安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欧洲白人，20世纪早期优生学影响范围更广，当时很多国家都限制移民，禁止跨种族通婚。这些所谓的种族优生的举措，使得德国的纳粹分子得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纳粹优生运动系统性地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以及其他族群的人，包括罗姆人、男同性恋以及残障人士。且不论其残暴程度，纳粹优生政策其实是当时全球优生标准的缩影。整个20世纪中期，很多国家实行优生政策，瑞士、加拿大、日本3国政府强行对数千人进行了绝育。绝育在美国尤为普遍。1907至1979年间，在政策要求下，超过6万人被强制绝育。当时32个州通过了对有心理缺陷的男女进行强制绝育的法案，只进行简单的心理健康诊断和智商测验，就依据结果给人贴上这样的标签，而这些测试往往展现出对大多数移民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在加州，这些种族歧视性的标准问题尤为突出。1920至1945年，拉丁裔女性比其他女性接受绝育手术的概率要高出69%，加州的绝育率非常之高。仅仅在加州进行的绝育手术就超过了全国绝育手术总数的1/3。这就是安德利亚·加西亚的故事，她的故事是成千上万个个体的缩影。在知名民权律师大卫·马库斯的帮助下，安德利亚诉称加州的绝育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剥夺了宪法保障下的安德利亚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但是负责该案的3位法官只有1位赞成释放安德利亚。从当时的记录来看，安德利亚很可能逃过了即将面临的手术，但其他受这些政策迫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经历了2战的恐怖后，优生学被赋予了消极内涵，但其推行的许多做法，如绝育手术，仍然延续了数十年。20世纪60年代末，针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发生了细微变化，生物伦理学开始削弱优生学的影响力，而瑞典和美国仍然坚持强制绝育政策，直至70年代。最终，美国国内的集体诉讼和示威游行震惊了立法者。加州最终于1979年废止绝育法案。不幸的是，对被压迫群体实施合法或非法绝育手术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通过这段视频，了解导致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在民主德国崛起的历史和环境，务必要订阅，每周学习新知识。